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斌。季后赛激战正酣，也已经来到了紧张刺激的分区冠军赛，只剩下4支球队角逐最后的冠军金杯。作为西区达拉斯独行侠队的主教练，贾森基德无疑是站在聚光灯下的，毕竟他有着如此辉煌的球员生涯。NBA 历史上仅有13名球员在生涯总得分、总篮板数和总助攻数都排在历史前100之内，基德正是其中之一。砍下17529分，8725个篮板，并送出高居历史第2的13424次助攻。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以2684次抄截位列历史第2，并且是这些球员翘楚中身高最矮的一个。基德生涯最高光的时刻，除了获得总冠军，就是在篮网效力时期。当时他能一次次送出精妙的打板助攻，能通过在球上施加旋转而让其避开防守人，在命中罚球后向现场球迷送去飞吻，还可能是 NBA 历史上最高产的背后传球大师，帮助马丁、杰弗森或者卡特这些在篮筐上打球的怪物完成上篮或暴扣。当问及他为何拥有如此异于常人的视野时，基德将其归功于自己小时候踢足球的经历。在6年级之前，基德一直把足球作为自己的第一运动，直到时间的安排上出现矛盾，他被迫只能去打篮球和棒球。人们可能不知道，基德当年就是第一个从高中走出来的勒布朗·詹姆斯，但这位名震全美的天才却在选择大学时拒绝了杜克、北卡、亚利桑那等传统名校，而是加盟了名不见经传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原因很简单，既然在哪里打球都是焦点，那就找一所离家人近一点的学校。在大2入选了全美第1阵容，获得奈史密斯大学最佳球员奖后，基德决定参加1994年 NBA 选秀，并以榜眼身份被达拉斯选中。基德初入联盟就展现了自己非凡的实力，加之达拉斯独行侠当时不乏青年才俊，基德场均可以得到 11.7 分、5.4篮板和 7.7 助攻全面数据，和达拉斯的另外2名球员吉姆·杰克逊和贾马尔·马什本一起并称为达拉斯的3J。但是因为战绩不佳，加之有传闻酒吧为争夺女孩打架事件，导致这个组合并没有坚持很久。1996至97赛季中期，基德转会太阳，马什本转会热火，杰克逊被送至篮网队。在被送到太阳之后，基德丝毫没有受到之前3J 事件的影响，打得也算是顺风顺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一个赛季还是全明星首发的基德，来到太阳还只能打替补。当时太阳的首发控卫凯文·约翰逊场均 20.1 分、3.6篮板、9.3助攻，巅峰期曾连续3个赛季场均20分、10助攻。他的7号球衣在太阳退役。更有意思的是，后来的 MVP 控卫史蒂夫·纳什也是那个赛季的15号新秀。纳什一度无球可打，沦为球队的第3甚至第4控卫。现在看来，那时候的太阳后卫简直可以用豪华来形容。由基德率领的太阳队连续5年都杀入了季后赛，但是却没有进一步的突破。太阳管理曾在基德28岁正值职业生涯巅峰时，用他换来了新泽西篮网队的马布里。来到篮网，基德的生涯高光时刻开始展现。那时的新泽西篮网队可谓是鱼腩中的鱼腩，他们在马布里的带领下，仅仅取得了26胜56负的战绩。交易来基德便是希望重回季后赛，但是没想到基德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即使孱弱的阵容下，能拿出手的只有锋线的肯扬·马丁和理查德·杰弗森这2个终结点，但恰恰基德就是那种可以无限放大这2位球员的超级指挥官。果然，在基德的带领下，篮网不只是变得更好，而且完成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他们在常规赛拿下52胜，队史上首次打进了季后赛的总决赛。至今这一战绩仍是篮网历史最佳。篮网的进攻效率从00至01赛季的联盟第25位提升到了联盟第18位，防守效率更是从联盟第24上升到了联盟第2。球队比前一年多赢了1倍场次，26场是当时 NBA 历史上第6大的战绩进步，而这些都是基德带来的影响。当时的基德还是联盟最有价值球员的人选之一，但他最终在投票中惜败于邓肯，屈居第2位。篮网在02年的总决赛中遭到横扫，但在第2年又重返了总决赛，并从马刺手上抢下了2场胜利。到了2004年，他们也让当年的总冠军活塞经历了最为艰苦的一轮系列赛，直到基德在抢七大战中体力透支，才最终败北，而后者也在当年夏天接受了微创手术。篮网之后再也没能接近过总决赛，但在基德效力篮网的6个完整赛季里，只有马刺和活塞在季后赛中赢得了比篮网更多的胜场数。
2011年的夺冠，基德之所以在38岁的高龄仍能拿出有价值的贡献，是因为他早在33岁的黄金期就看到了自己所需要提高的地方。在巅峰时期，看快攻中的基德是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所以他并不需要一手稳定的跳投就能成为 MVP 的候选人。虽然有着攻防俱佳的球场表现，但是因为外线投射准头不够，基德收获了基不攻的名头。那个时期，基德持球的速度不会输给联盟中的任何人，可能只有艾弗森算是个例外。篮网总经理索恩说，他有球在手的速度快得惊人，而且有着1.93米的身高和215磅的体重，身体非常强壮。但2004年的膝盖手术夺去了基德相当一部分运动能力，而篮网后来引进的卡特也分走了部分球权。基德明白自己需要成为一名更稳定的投手，于是展开了苦练。当然，基德的刻苦训练也没有白费。在自己混迹联盟前13个赛季的三分命中率只有 33% 的情况下，基德逐渐将自己职业生涯最后6年的三分命中率提高到了 38%。与此相关的是，他确实也投进了一些很关键的三分，包括在11年独行侠击败热火的夺冠之旅中，他有2/3的出手都是3分线外，并且在第5场末节还剩1分26秒时击出的致命一击。如果没有之前几年下的刻苦训练，他也不会有这样的手感。而作为独行侠冠军指挥官的基德，不再像之前那样横冲直撞，更多的是靠那灵活的大脑，把智谋运用得淋漓尽致。在独行侠对阵老鹰比赛的时候，狡猾的基德发现对方主教练站在比赛场内，于是他一边控着球，一边快速朝其走过来。老鹰教练麦克伍德躲闪不及，两人碰撞到一起。这时候，一直专注吹比赛的裁判才发现特殊情况，赶紧给老鹰教练一个技术犯规，后者直接被驱逐出场。没有了主教练，老鹰只能眼睁睁输掉比赛。球员时代便展现出的最强大脑，让基德退役后快速转型成为教练。就在基德宣布退役不到10天，他便同篮网签下一份3年的合同，正式成为球队主教练。如此快速的转型前无古人，创造了 NBA 历史之最。2013年11月28日，篮网与湖人比赛还剩8.3秒，篮网此时已经没有暂停。基德此时端着饮料，口中念着 "Hit me"， 示意队员撞向自己。他借故将饮料洒到场上，比赛被迫暂停。篮网借助趁乱给球员布置战术，而基德则在一边吩咐工作人员擦地板，分散主裁判注意力。这是基德教练时代的一个插曲，却始终被人津津乐道。熟知战术，自然有可能成为战术大师；有极致的能力，则能应付绝大多数突发情况。在教练对阵中，也不至于没有反击之力。这2点已经足以让基德成为一名优秀教练了。更何况，基德对于球星的培养还很有一套。字母哥就是基德一手带出来的。当时基德对字母哥倾注了所有的心血，开发出字母哥全能前锋的组织与持球能力，一点点把字母哥打造出了 MVP 的底子。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培养球星的同时，基德丝毫不耽误球队战绩。在基德去公鹿赴任之前，公鹿的战绩是15胜67负，而在他入主后第1个赛季，公鹿的战绩就提升到了41胜41负，成功进入季后赛。哪怕如今基德已不再是公鹿的主教练，当字母哥见到自己的恩师时，还是会本能地称基德为 coach。而在基德的第1个执教赛季，他同样也把稀烂的篮网带进了季后赛。这足以证明基德是个有底线的教练。2013年10月17日，篮网正式退役球队时任主教练基德的球衣5号战袍将会永远悬挂在篮网球馆上空。2018年4月1日，基德入选奈史密斯篮球名人纪念堂。2020年10月12日，贾森·基德以助教身份跟随湖人获得第2个 NBA 总冠军。而如今在独行侠队，基德与东契奇的组合更是给予了人们无限遐想。从古灵精怪的神奇小子到历经沧桑的淡定鬼才，基德的人生一分为2，每一段都足够精彩。他曾是一位精英级运动员，一位回去的最高殿堂，而不是 NBA 的最高殿堂。除了在 NBA 的表现以外，对于篮球运动的贡献以及世界比赛中的表现也很重要。吉诺比利在阿根廷这样一个足球大国，对于篮球的推广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以及他在奥运会上从梦之队手中虎口拔牙拿下金牌，这些都足以支撑他进入名人堂。那有人就会问了，吉诺比利到底有多强呢？1995年，吉诺比利进入巴伊亚布兰卡市的篮球俱乐部 Estudiantes Bahia Blanca， 开始篮球职业生涯。20岁的时候，他已经是阿根廷全国联赛的得分王，硬朗的球风在那时起便成为了他的标签。1998年，吉诺比利进入欧洲联赛，
在意大利的勒佐卡拉布里开始他的突破，精准的三分球使他成为了新星。1999年 NBA 选秀，吉诺比利被马刺以第57顺位选中，但他依然留在意大利，加入了博洛尼亚维图斯篮球俱乐部。教练梅西纳的最初目的是将吉诺比利打造成一个合格的替补得分后卫，最终他却挤掉了球队塞尔维亚球星萨沙达尼洛维奇，成功上位。吉诺比利带领球队获得01与02赛季意大利联赛冠军，而且2次获得 MVP。2001年，吉诺比利率领博洛尼亚维图斯一举夺得了意大利篮球联赛、意大利篮球杯赛、欧洲篮球联赛3料冠军，并当选欧洲篮球联赛的 MVP。2002年，吉诺比利正式加盟 NBA， 之后随马刺4次夺得 NBA 总冠军，分别是2003年、2005年、2007年、2014年、2008年荣膺 NBA 最佳第6人，并于2005、2011年2度入围 NBA 全明星阵容，2018年成为马刺队史抢断王。更是有人说，在约老师拿 MVP 之前，吉诺比利是史上最好2轮秀，是最强外籍分位。面对这一个个的荣誉，你一定会很震惊，为什么自己都没有听过他的名讳，却能够取得如此多的成就？有些球员看个人荣誉和数据会觉得不过如此，那是因为错过了他赛场上的魅力。吉诺比利恰好就是这类的球员。翻看生涯履历，最佳新秀2阵，最佳第6人，2次3阵，2次全明星替补，生涯单季从未超过20分，2/3时间打替补，4个总冠军，个人成色被马刺成功团队稀释不少，又没拿过 FMVP。况且05年离现在也十分遥远，但他身上的光环却又显得超出荣誉太多。他是科比口中 FIBA 最好的2名得分后卫之一，哈登承认一直在模仿他的脚步。杜兰特说：“谁会把他看作第6人？他是第6个首发。上一秒我想立刻交易他，下一秒我想为他做早餐。”波波老爷子的一句赛后采访，将马努的实力、球风、技术特点、优缺点全部囊括，且十分精准。马刺一向是合理和循规蹈矩的代名词，就像邓肯稳定的45度打板一样精准。第1年执教马努的波波可被气得够呛，总是瞪眼质问他：“你在干什么？”马努非但不怕，还回怼：“这就是我该做的。”邓肯·帕克说：“因为他，我们没少挨骂。”波波说：“遇见马努之前，我从不骂人。”场均打10.7分钟，助攻率15.8%，失误率却高达17.5%，搁谁看着都火大恼人疼。总经理布福德给出看中马努的原因：他就像匹野马，净干些疯狂的勾当，有些让人惊叹，有些则毫无意义，如同06年次轮对小牛的抢击，前脚外线突然冷箭助球队反超3分，后脚就赔上5位犯规，送给德克2+1。这样的场景在他的生涯里有很多，游走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实际上，仅过了1个赛季，波波就意识到，对他我需要放手不管，保持沉默，只管享受他的比赛。马刺的最后1攻交给他，决定打破轮换，提前登场，于是有了一次次挽救球队的妖刀。03年夏天，5胜杰克逊出走新赛季，他便坐稳先发，一直到06到07赛季都是首发2号位。07年，波波决定将他放到替补席之前，正式征询过他的意见，且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因为老爷子知道这意味着牺牲。说吉诺比利只是替补的，可以收回了。他可不是上来自己拿球就干的类型，他是正经的战术核心体系发动机之一。你见过哪个纯替补单季队内得分王、助攻率第2、回合占有率、胜利贡献值领先全队？那正是他当选最佳第6人的07到08赛季。或者你看球不早，也该记得马刺提速转型的10到11赛季，他79场首发，与帕克用挡拆和奔袭策动着全队进攻。季后赛面对黑白双雄，又是队内得分王。当然，最传奇的季后赛表现，一定是05年总决赛前分区3轮数据依次是23+6+4、21+5+4、22+6+5。虽然当季取消了 head check， 可活塞的铁桶阵依旧让人望而生畏。邓肯作为定海神针，场均20.6分、14.1篮板，但命中率仅41.9%。内外线战术联系被完全切断，是吉诺比利用一次次生突撕裂防线，比卢普斯、汉密尔顿、普林斯轮番单防，谁也搞不定。系列赛18.7分，真实命中率63.6%，助攻率24%，全队最高。那年的活塞就是在佛妖2选1中败下阵来。当年季后赛，马努篮下近框出手占比高达52.13%，三分占比33.6%，是联盟最早魔化的球员。早于这个概念，许多年2大绝技欧洲步上篮和后撤步3分，终极杀招假上后转身抛投和假传真上突破嵌入路线匪夷所思。
逆天的协调性，身体扭曲到何种程度都能完成终结，各种诡异出手，牛顿棺材板要压不住。生涯3分命中率 36.9%， 季后赛 35.8%， 靠谱的射手且永远大心脏。中远距离2分是进攻弱势区域，生涯出手占比仅 17.7%， 命中率不足40%，因为自身出手慢，出手点低是一方面。马刺战术设计的也不需要他承担大量中距离，这个攻击区域属于帕克。2号位上顶尖的组织，策动能力、大局观出色，时机把握，精准突破中视野和传球能力有相当水准，机会创造和送球路径十分刁钻，防守被低估，受限身体条件对抗一般，但不乏敏捷，对球路位置预判精准，还有一双抓蝙蝠的鬼手。改掉赌博式抢断后，成为出色的团队防守球员，配合内线制造协防陷阱和轮转补防能力都达到防阵水准。假摔宗师出影低级表演，看来由于弱不禁风的瘦削身材而加成不少。05年季后赛，雷阿伦暴怒，因为防守时马努一碰就倒，进攻时3个人拉不住，马努打球的唯一方式就是拼命。乔治卡尔说他在挣扎，50岁的他坐轮椅，只要上场便无所畏惧，无论面前几人防守动作多大，他都10几年如一日将自己以反人类的方式摔进禁区。14年总决赛还能隔扣波什，他自嘲上午训练让我想死，因为要睡懒觉，说自己从不是一下练1000次投篮的人，所以说他是20分钟乔丹，40分钟乔杉也不为过。顺境跑车逆境佛，绝境妖刀斩乱魔，这就是吉诺比利最真实的写照。总归来说，马努吉诺比利这一生可以说是很成功了。对于马刺王朝的重要性，对于世界篮球的贡献，以及在 NBA 历史中绝对另类的鬼影，他的天赋或许没有如此璀璨，只需要精准合理的触球，加上出乎意料的选择，就可以让投射和传球变得不可捉摸，让平静的球场骤起波澜。若是拥有以上极限优势，就可以把想象力做到极致，然后就有了那些匪夷所思、无与伦比的传球和进球。而 NBA 中正是有这么一号人物，他就是被称为最年轻的3双王3球拉梅洛鲍尔。今天这部影片，阿斌就带大家回忆这位天才球员的故事。在 NBA 里，世袭家族打球并不少见，比如布莱恩特家族、库里家族、汤姆森家族都在其中混得风生水起。而拉梅洛鲍尔所属的鲍尔家族虽然没有出过什么超级巨星，但一家2代人都是职业篮球出身，也算得上是篮球世家了。家族的球爹也就是3球的父亲拉瓦尔鲍尔，虽然没有打过 NBA 联赛，但他可是一名狂热的篮球爱好者。他曾经在华盛顿州大和加利福尼亚州大打过22场 NCAA 大学篮球，虽然没有进入职业篮球联赛，但却也算是科班出身的篮球运动员。球哥朗佐鲍尔就不用多说，之前被湖人队以榜眼签选进 NBA， 被球爹天花乱坠的吹成是下一个打爆库里的男人，但是仅仅为紫金军团效力了2年，就被管理层当作筹码之一拿去交换安东尼戴维斯了，并且2年的湖人生涯里，他一直都备受争议，甚至不少球迷觉得他是水货榜眼。如今在公牛队，球哥倒是有点要兑现天赋的意思，就看他自己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成为西安身边的韦德了。2球利安吉洛鲍尔，司职控球后卫，之前也被球爹疯狂吹捧，他会在3年内成为 NBA 的顶级得分手。在参加选秀之前，的确有迹象表明他有潜力完成这句话。他曾连续2场比赛分别得到56分和72分，可结果在2018年的 NBA 选秀大会上，却从始至终没有听到球队念到他的名字。狼狈落选之后，他一直效力于海外篮球联赛，场均能够拿到 12.6 分，目前签约了雷霆下属的发展联盟小蓝队。不过阿斌认为他在选秀大会上落选，估计和他干的那档子事有关，因为今天主角不是他，咱们关注频道后面再说。而同样是控卫的3球，却是2020届 NBA 选秀的热门新秀，也是3兄弟里年纪最小的弟弟。他此前曾效力于澳大利亚联赛的 NBL 联赛，场均能够得到17分、7.5篮板、7助攻的数据，并且拿下了 NBL 联赛的年度最佳新秀。他的进攻端和大球类似，自主进攻能力弱，命中率低，仅有 37% 的投篮命中率加 24% 的罚球命中率，并且他的身体素质略显平庸，但由于和大哥一样比较全能，传得一手好球，加上当年是选秀小年，各大数据网站都预测他的选秀顺位在前5，小部分人认为他是状元热门。有人曾问过3球一个问题，他能给夏洛特带来什么独特的东西？这个还未年满21岁的年轻人回答道，我的比赛就是最特别的东西，我在球场上所做的一切就是我送给夏洛特的礼物。
上个赛季，三球已经展现了自己想要成为夏洛特老大的野心。他超越了状元秀爱德华兹，成为球队历史上第3位当选年度最佳新秀的黄蜂球员。三球场均出场 28.8 分钟，能够得到 15.7 分、6.1 个篮板、5.9次助攻和 1.6 次抢断。这位2020年的榜眼，成为了自从73到74赛季以来 NBA 历史上第12位场均至少拿到15分、5个篮板、5个助攻和 1.5 次抢断的新秀。他也是过去60年中唯一一位在全明星周末之前在得分、篮板、助攻和抢断都领先其他同届新秀的球员。这位19岁的球员至少有10场比赛拿到20分、5个篮板和5次助攻的数据，让自己加入詹姆斯和东契奇的行列。而且他实现了老爹曾经吹过的牛皮，也挽救了球队老板迈克尔·乔丹的选秀风评。2021年1月10日，黄蜂战胜老鹰，三球得到22分、12篮板、11助攻，这是他职业生涯首个3双，并成为 NBA 历史上得到3双最年轻的球员。21年10月21日，黄蜂险胜步行者，三球全场轰下31分、9篮板、7助攻，其中3分球9投7中，创造了职业生涯新高。同时，他也以20岁59天成为赛季首场比赛中至少砍下30分、5篮板、5助攻最年轻的球员。而三球得分最巅峰的时期，就是曾经在高中比赛里单场拿到92分，风头一时无两，被认为是比球哥天赋更好的球员。但他爹觉得高中水平太次，自己的小儿子绝对适应职业联赛强度，因此在18岁时，他将还不满17岁的三球带到了利碗陶联赛。不过年轻的三球在和成人的比赛中，场均仅有 6.9 分、2.4 助攻。虽然他能去利碗陶联赛完全是因为球爹的超能力，但在他爹撤资后，利碗陶联赛那边立刻怒斥三球的水平完全够不上联赛水平。回到美国后，球爹搞了一个 GBA 联赛，在联赛的8场常规赛中，三球场均 39.6 分、14.8板、11.6助，同年夺得总冠军。虽然回来三球继续完成了高中学业，但他读完之后没有选择继续读大学深造，而是直接去了海外职业联赛。这次他来到了澳大利亚，并在赛场上展现了自己出色的天赋。这么早接受了职业比赛的打磨，三球完善了很多他身上原本存在的缺点，比如投篮和终结技术的短板，这成了他进入 NBA 之前的天然优势。许多 NBA 高管都看好他的 NBA 生涯。2020年，他们就曾派出多人去澳大利亚现场考察，同时还在那儿找了一个全职球探，对三球进行持续跟踪考察。虽然那时他们还没有确定选秀的时间，但大部分的高管认为三球会是当年选秀前3的球员。那么被如此看好的三球天赋到底如何呢？美国篮球评论员法兰·法西纳就曾在节目中盛赞了三球的传球能力。他觉得在这一方面，三球很像魔术师约翰逊。三球出生于01年8月份，身高203公分左右。根据他的经纪人透露，三球在家期间正专注于在力量方面的训练，增加了6斤多肌肉。按照这个说法，体重接近90公斤了。作为一个高个控球手，三球拥有不俗的控球能力，同时速度上也丝毫不输给小个子。在赛场上经常可以看到他持球突破，同时他的身高和臂展优势让他在对位时占据时机。另外，他的大局观和传球视野出色，总能找到最佳的传球机会。他的扣篮搭档布里奇斯就说，这小子能看到场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你只管跑就行了，他总能找到把球送到你手里的方法，你不用替他操心。主帅伯雷戈则觉得他更像吉诺比利一样无所畏惧，他敢于在场上相信自己的阅读和判断，无畏地做出决定。这就是为什么在黄蜂拥有海沃德和罗齐尔2名更有经验的组织者时，伯雷戈和他头上的管理层依旧认定黄蜂的未来将由三球决定，因为在他看来，后者有着无尽的才华，最需要的就是信任。虽然上个赛季黄蜂倒在最后的附加赛，连续5年止步常规赛，但在本赛季，随着三球的进一步成熟，他场均可以贡献 19.4 分和 7.6 个助攻，再加上乌布雷、海沃德、罗齐尔等精兵强将，他们极有可能重返季后赛，而到时候就可以进一步欣赏三球的表演了。但即便三球如此年少有为，他的缺点也非常明显，球风缺乏强硬和侵略性，经常为了秀操作而无法打进本该进的球，防守意识和纪律性糟糕，赌博性抢断频率过高，这一点他和球哥相比还有非常大的差距。但不管如何，球爹觉得三球这天赋真不俗，在球爹的各种骚操作之下还能打出不错的成绩，难怪球爹敢放言，因为我儿子比乔丹的儿子强，所以我比乔丹强。不过这逻辑似乎也没什么毛病。喜欢本频道，欢迎点赞评论加订阅。我是阿斌，我们下期再见。